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采访少林师傅啊，我跟他约好了，我现在在这个露营地这里，准备过去找他们。第一次见卢师傅是在波登湖协会的年会上，他带着孩子们一起练功夫。卢师傅教得很认真，孩子们也学得很认真。出拳、踢腿，一招一式都练得有模有样。这位是卢师傅的徒弟，那天我们也聊了几句。你也住在这边的是吧？对，我在住在那石头加特那。周家特也不远，不远。因为我在石头加特和双岛两个地方有学校，办的。还有功夫学校的？有2个。都是你是在那边主持是吧？这个功夫在北京的话，有考级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考级的话就等于是自己的，就是考试一年考2次。对，然后就等于是给家长一个交代吧。就这样。我们以前有参加，不是说德国办的了，他有参加，每年大概是在司徒，好像是吧？每年都会有。是那个就是咏春拳。咏春拳，我就跟您说过嘛。那你学咏春的？中国人要学少林功夫，对不对？那可不是嘛。对对对。少林功夫比较全面。对对啊。哎，那像少林功夫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跟比如说你遇到歹徒，你会很有帮助，因为我就感觉就是有些拳并不是特别实用，就是只是强身健体。肯定能打的，你少林寺出来他都能打。他可能有能打的一部分。对呀，你看一般来说，像我们练的话，那都是正儿八经的，对吧？但是你说你少林寺出来的，你说他不能打的话，那国内的那各个部门的那人才都哪里来的？都从少林寺出来的。他那个训练肯定有一部分要实战训练。对呀，都是实战嘛。他到一定的程度，他就转为实战训练。对，一开始的话，他学基本的，你看像压腿啊、踢腿啊、打拳、冲拳、练拳，然后再是。但在少林寺里边，他也有内部的，就是说你谁打得好，谁打得不好，也是通过比赛决出来的嘛，就是还是有一定竞技。寺院是吧？寺院里边他也没有吗？寺院不会，因为寺院的人的话，都是说到一个程度以后，都集中在一个师傅在那里。一个师傅的，对吧？就有指定的师傅，他会教你指定的东西。但是他师傅对徒弟有什么要求呢？就是说有什么要定一个目标？我要达到什么程度？达到一个程度还是？达到程度的话，那只要能练能打的。那如果实战开始的话，像我们以前练的话，实战开始的话，每天都实战打的。或者是他每天实战打，然后每年有一个比赛什么之类的，是那种。就是比赛没有，没有。就是修行还是修炼为主，对吧？也不是修炼为主。其实学武术那就是方针剑对。主要是对啊，为了以后你说万一你说你走出去了，你从少林寺走出去了，你总得有个地方落脚的地方吧？那以前培养出来都是这样的，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未来吧。这次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卢师傅正带着夏令营的学员们舞枪弄棍，学员们也都学得非常认真。这个小姑娘休息的时候还努力认真的练习。夏令营的课程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开始了采访。采访时间有限，所以我准备的问题也都没有问完。那些刚接触皮毛的，他可能想了解中国武术，他只知道在电影上看到，他想学。
比如说在德国也好，那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学的？可以找什么样的人学？那就少林寺出来的嘛，这里很多，在德国很多现在。很多，但是它有可能是气功啊，也有可能是武术。有每个人的爱好，是不是？就少林功夫的区别，跟一般的，就是说运动的区别在于，就是说，像我们是就禅武合一的，禅就是修身的，修己的，就是说练功夫就并不是说，打的，或者说比啊打比武是我们是修身的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修行和修身和修心都是一起的。对，就修身要悟道修己嘛，对，这就是说少林功夫的区别。这就是少林功夫跟其他的武术跟其他的东西所有的区别。这就区别。那在德国，那刚刚那个问题，在德国办这种功夫学校也好，还是办功夫课程，跟你在国内办有什么区别呢？那国内肯定比国外要好办。要好办，指哪些方面比较好办呢？第一个主要就是说，国内的话，就是说，那本身大家对就是说少林功夫都比较熟知吧。再加上就是说，国内的人也比较爱学，勤奋一些啊。对啊，然后再加上就是说，知名度也大，人也多，自然而然就各个方面就好多了。像这边的话，你自己什么都得，你要看哪个城市，有些城市的话，你还得要注意一点，因为我们是，像我们是佛的嘛，信佛的嘛，不能跟人家有这种就是信仰上面的冲突吧，对吧？对，有些方面就必须得注意。还是要跟他们的主流社会相关的啊。对。那学生呢？中国学生和德国学生有什么不同？学武术的时候，你觉得教他们有什么些难度或者不一样的地方？国内的人学东西的话，那肯定是比国外的人学的要快。是不是？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就是说出生自己就是传统文化嘛。对，耳濡目染了。对，就已经就是说已经在融入在自己血液里面。对，像国外的话，你像学生的话，他就是你刚才也看到了，就是学生就是学的比较慢。领悟的能力慢一些，比较慢一点。然后这样自然而然就是说时间就长了。那是。对，然后人家就是说，人家是阶段性的。他不像我们国内人说，你学一样东西一学就一生了。对吧？他们老外的想法就是说，现在喜欢了他就学了。就是不喜欢了他就不学了，他就换了。坚持的时间比较短，不讲究这么多呢，不想那么多。他们想的就享受，就是现在想了喜欢了，他就拼命的就学这个。就是过2年他不想学了，他就不学。他就像我有的学生练得很好了，在我的眼里已经练得很好了，跟了我10几年了。他忽然间就说要上班了，要换工作了，来不及了，就放弃了。那很可惜啊。那是。是的。但是中国人的话就不会了。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学，就是直接在少林寺里面。对啊。去的人很多嘛，送过去。我那去的时候也算早。也不是很早吧，反正也算早。94年去的，94年9岁。9岁的时候去的少林寺。对。94年去的时候，那时候河南很穷嘛，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很穷，特别穷。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穷，特别艰苦，那里人就比较苦吧。那时候河南是最苦的嘛。对，那个时候还是很穷的。那最穷的嘛，河南。那一片都是比较穷的。对啊。对。安徽、河南那一片，河南最穷。河南、安徽还可以。河南比那时候，因为河南人口最多嘛，河南比那个安徽还要穷。是那个。那么那一片都河南人是什么？那时候，河南人他
它是葱加馍，哦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馍，他们那个馍呢，印的馒头，硬的馒头，人家刀一切，人家就一根葱，一根大葱，就那样吃了。我4年90几年那时候呢，还能有一点点菜啊，江苏像在我老家的话，我们都天天都是吃鱼吃肉的，在我家里的话。在你家里比较好的、啊、条件比较好的，那你去吃苦能已经应该很好。那你没办法嘛，你入乡随俗嘛，那你那在那里人家你不吃那不挨饿嘛。那时候都那时候就是方便面带着，对吧？就泡着方便面吃的馍嘛，就这样。那一天练多长时间呢？不觉得？一天的话，早上4点50分起床，5点出操。就练一整天，就一整天嘛，到晚上8点。哦，那时候觉得苦吗？累吗？苦，这个东西。但是一直坚持到很长时间吧。那时候小嘛，没办法，那都是你不练，你不得挨揍啊？不练，师傅真的要打的。那肯定那不是嘛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打坐的时候冲瞌睡，师傅也打的。那不是说打的问题，那是惩罚是吧？所以说跪着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的问题，不一样的地方。身在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从小你吃得起苦，以后你肯定有成就。对，像现在的小孩，他都吃不起苦，他懂什么呀？对，不敢送过来我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他就知道花钱。是，是不是？不一样了，时代不一样。借钱、花钱、骗钱，总想把父母的钱都榨出来、榨干。对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比较，以前我们比较单纯一些。你现在国内的年轻人，你想想国内的年轻人，为什么国内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流失的那么厉害？你看国内人，我回去国内人年轻的人都是名牌。对，你想想哪里来的钱啊？是不是？你家里条件好的话，你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好的吧？所以说很多都是借着钱，就是说消费。观念不一样。对啊，现在国内就这个不好。是，但是在德国这边呢，可能比如说是我们小孩送来学武术，我们对他是没有什么要求的，只是也是当兴趣爱好来做的。你这边收的小朋友多吗？小朋友就不多了。我在我那里多，我那里有40几个小孩啊，在司徒那边有40多个小孩。对，学的人那还是比较多的呀，40多个小朋友已经很好了呀。因为主要是文化嘛，因为他们德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就是说，这个文化看得比较重嘛。对，都是德国小朋友啊，有中国混血家庭的吗？或者中国的小朋友多吗？少，很少。中国的小孩，我就一个中国的小孩啊。而且中国的小孩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中国人太宠，对吧？舍不得他们吃苦了，现在都不是舍不得，他是宠的不行，教育不行。价值观不注重体育锻炼，把体育锻炼当做是什么？当做不务正业。他认为身体是好像就国外的自动就来了。国外的父母就是说，想的比较周到，比较健全。他们就是说各方面都要发展。对，你看他们要学习，要补导，然后就是也要运动。对，对吧？那这些小朋友都能坚持下来吗？能坚持吗？国外的人就是说德国人就是这个比较好，就是说他们其实比我们国内人还要能吃苦。他们要喜欢的话，你看着我的学生，他要喜欢的话，他就再远他也会来。他还不住在司徒的当地，还很远的，都是各个地方。有的学生他都跑40-50公里路，跑50-60公里路来训练。你要练2个小时，回去都要一个多小时，来回都要3个小时了。那是很长时间的。对啊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这人家这就说明看得比较重啊。对，真心喜欢。对啊。你像国内人的话，他肯定不会。是的。那他也是参加完了以后拿证书吗？还是参加比赛吗？在这里有比赛吗？我们这里有交流。有交流，没有比赛。就是切磋，还是以修身养性为主。就跟我们师兄弟嘛，开的学校就切磋嘛。就像我这次去奥地利也是因为这个。你明天要去奥地利对吧？我刚回来。刚刚回来。对，上一次去的奥地利。我上个星期去的。也就是所有的在德国的都去
或者在欧洲的也不是这样就我们几个认识的嘛，啊几个认识的，自己都有学校嘛。然后明年我们开始就自己就组织一块学生跟学生一块比赛啊，哦，那也很好就这样，一块锻炼啊，交流一下，对，交流一下，那其实就前景提高一下积极性嘛。对，前景还是比较好的。你和中文您对我们这个博东湖的中文学校还有协会有什么印象吗？有什么印象？有什么期待？我们也比较注重中国文化，我们觉得中国文化在这里的传播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对嘛，大家都中国人嘛，对，你有些中国人在国外待了久了，好像变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了。那别人都搞不懂了。我觉得在这边去宣传这个少林功夫特别好。那就发扬就中国文化嘛，我们就发扬中国文化。我昨天还在想一个问题，想一个问题，因为是啥？你正儿八经的这种缺乏的，实际上就是正儿八经的少林寺少林。对呀，这里没有嘛。所以说很少，极少。为什么没有？对不起，不像在柏林的那个少林寺没有吗？柏林有，你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啊，从小学的就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气还有主要我是自己天天练的。对，而且练的也多。现在很多像我们很多一块出来的，有些他们都不练啊，所以说这就区别了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这个人，你看我虽然年纪比较小吧，但是我如果说要做的话，我得让人家服务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你不能说你看教学生你自己都不会，你怎么教？对，你要做就做自己。是，还是发展你自己的，你有自己的网页，自己的学校。对啊，我有自己网页，自己像我们要在我们当地的话，人家都知道我，那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学校发展的也很快的。你们学校多长时间了？功夫学校？都15年了。15年了。我来德国15年了。就是一来就开了功夫学校。对，一来就还没来之前就开了，比较有远见。还没来之前就已经开了。对呀，先开学校，然后再发工作邀请。然后那时候早嘛，我出来也算早的。你是那谁给你帮忙干建学校？是德国人吗？德国人办的。没有找中介。没有，我是在酒店里面认识的。酒店里面认识，然后他们自己也喜欢嘛，他们也喜欢，然后他们说让我过来，估计他们看中我人品的吧，比较相信，就认识了1个星期。那是喜欢功夫的，他真的对，是非常喜欢。那你来的时候是哪一年呢？07年。07年那时候很早，那你那个时候也很年轻，很小的时候是不是？21岁。21岁。那个时候你会德语吗？来的时候，你现在德语讲那么好？会一点。那时候已经会一点点了。对，那时候来之前我做了准备嘛，我在那个我们杭州有一个同济大学的那个语言培训中心。杭州同济，对，有语言班的，有专门学德语的。然后学了多久？学了6个月。学了6个月。然后跟着我那个老师。然后每个星期吧，就1天的私人课上了。私教，对，私教上的辅导。对，那所以是进步比较快的。6个月，我觉得德语学不好啊。然后6个月的话，然后那时候我6个月学了6个月以后，我都简单的就是说简单的会对话可以啊。那你刚来的时候习惯吗？这里吃饭什么的，饮食习惯吗？我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。就在出来之前，我就在国外已经待了2年。也是在德国吗？没有在德国，我在那个突尼斯、奥地利。也在这边。对。吃肉吗？你平时？我吃嘛。吃，但是猪肉不吃吧？吃少，吃的比较少。那是不是在美国那边你们去的？当时我记得你说去的人比较多，在德国、欧洲这边去的人比较少一点。马上。我主要运气不好的。为啥？因为3年前学校被烧了嘛。你3年前你在司徒的学校被烧了？对，双斗，在双斗学校被烧。你买那保险了没有？没有嘛，那时候学校买什么保险呀？学校要买保险的，我们协会都买的呀。那时候不懂嘛，那时候我问学生，我问学生是开店的，开那个自行车店的。他说，我要是买保险不合算。他说，然后学校里又不是东西很多，他说，哎呀，那你都买保险了，而且是我们。然后那时候怎么办？那时候什么不好吧？那时候就说，刚开始做亚马逊的，
哦，然后我从国内买了2000双鞋，然后自己的鞋嘛，买了正鞋。那时候买了2000双鞋，然后买了几百套衣服。这一家好，还没过4个月嘞，才刚到4个月。什么原因呢？全部烧，为什么原因起火的？我下面那个是土耳其人啊，我的那个下面，然后从下面火找上来。那他应该赔偿啊。对呀，人家找不到起火原因。哦，我在德国就不能有事情，有事情以后真的就很麻烦的，这是很很麻烦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一定要买，你找律师了，都不行找律师还花了很多钱嘞，对呀、钱都没拿到，律师费都很多，对呀、对呀、就律是这样、啊师费花了。10几万都没拿到，打赢了没有？没打赢，怎么打赢啊？他说没执没有意啊，证据，没有证据。没得，但是因为你们的原因上来的呀，那你也得赔啊，肯定有过杂和，要不怎么？难道是跟对呀那你得把他找到，得找你没有找不到他就是不行。在国外就要找证据。我们上次也是打官司都打赢了，人家破产了也没还给我们。那你那个后来那是多长时间的事？哪一年的事儿啊3年前，现在然后又重建了。就换地方，哦，这就是说学校里东西全部就没了的嘛，就全部就烧掉了。你现在买保险了吧？现在那肯定有，那你是哪些买了地方有？也没用，那买了哎，就有用的，有用的。你要出事儿了肯定有用。啥没有？不怕一万就怕万，对就怕万一。嗯我们协会自从一建协会我就买保险了，一直到现在。我嗯，们包括的那个就是我们保险是包括的就是如果人员有什么事儿了啊，我们还有10万欧元的补助呢。会员出事儿的话是会员，我也有事儿。们举办活动的时候，反正就是有什么人员是出了什么，我们还有10万欧元的。对你有学生肯定还然后是要那个，比如说我们举办活动，把人家房子给烧了，把人房子给烧了，然后那个保那你的是险公司， half 的 versicherung，对啊，对，那这个 half Haftversicherung 都有的呀。 half 是你说的是因为他粉丝协会对，他那是属于公司破产的。像我的那种情况的话，如果我有 in half versicherung的话就可以就有赔偿，如果没有 in half versicherung 就原则上是像你那个的话，原则上保险公司应该出，应该应该出的，可能就是那个也许但他没有保啊急了，没有保是啊，险，但是他找律师了呀，还花了这么多律师费。不是律师说了都没用。律师说的，你这个找不到证据没有用的，对，没办法。人家都说了，律师就说了，就找不到贼嘛，就不行。真的走吧走吧好，下一次再约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再约哈，拜拜。一路平安。这是卢师傅3年前拍摄的真穿玻璃的视频，希望明年能有机会现场看他表演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别忘了一键3连。